范闲急促地咳嗽了2声，阻止了海棠的问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雪台之上的那只青鸟。世间任何事都是需要理由的，既然神庙只是一处文明的遗址，一座博物馆，那么这座大庙里的那个声音将自己3人请进庙里，自然有事情需要自己去做。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范闲所料，雪台上的那只青鸟忽然咕咕叫了2声，一阵羽翅向着蒙蒙的天穹飞去，却只飞起了约10丈左右的高度，便倏的一声变成了无数光点，消散在了空气之中。海棠和王13郎身体一震，用最快的速度靠近了范闲，护住了他的全身，十分惊恐神庙里出现的变故会让范闲这个最脆弱的人就此毙命。范闲却根本不害怕，他只是眯着眼，冷冷地看着空中那些缓缓降下的光点。那些光点降落到雪台之上的半空中，开始凝结在了一起，就像夏夜空中的无数萤火虫，因为某种神妙的缘故排列成了某种形状。光点渐渐明亮，渐渐暗淡，露出空中一个渐渐清晰的人影。那些线条越来越清晰，看清楚了衣角的流云衣袂，看清了腰间的黑金玉带，看清了脚下那双翘头华履。一个古袍广袖的老者就这样出现在了半空之中，看不清楚他的容颜五官，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存在。他的脚没有站在雪台上，而凌空这样漂浮着。他的人明明在这里，可是海棠和王13郎却根本感觉不到丝毫的呼吸心跳，甚至连存在的感觉也没有。凌空而立，似欲随风而去，广袖在雪台之上轻轻飞舞，淡淡湛光笼罩着这位老者的全身。这样一幕场景震慑住了雪台前3人的心。能够凌空而舞，能够身放金光，这是什么层次的修为呢？不，这哪里是修为，这明明是仙术。除了神庙里的仙人，还有谁能够用这种令人直欲膜拜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呢？海棠和王13郎睁着惘然的双眼，看着面前这幕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画面，很自然地将这个青鸟化成的存在与传说中的神庙仙人联系在了一起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自然而然地拜了下去，诚心诚意地向着雪地拜了下去。范闲也拜了下去，双膝陷入薄薄的软雪之中，身体开始颤抖，像是一个陷入了激动之中难以自拔的世人。谁也无法解释面前的这幅画面，纵使范闲前生时的文明，也无法营造出如此神乎其神的现象。雪台上那个泛着湛湛光芒凌空而立的仙人，显得那般真实，真像个神仙。然而范闲的激动与恐惧依然有一大半是伪装出来的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大脑快速地转动着，分析着眼前出现的这个仙人。如果这座神庙是博物馆，如庙中人所言，还是一座军事博物馆，那怎么会有神仙呢？既然不是神仙，那么是什么呢？范闲两世为人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压榨自己的脑细胞。他的头微微低着，拼命地思考着，难道是前世听说过的全息图像？范闲没有扔一把雪洒过去，看会不会穿过那位仙人的身体，可是心中一旦有了定算，恐惧便自然而然地减弱了许多。他像海棠和王13郎一样，诚心诚意地跪在雪台的前面。北齐天一道海棠，见过仙人。海棠朵朵认为神庙仙人一定知道青山一脉，以供奉神庙、传播神庙仁爱之念为宗旨的天一道门，颤着声音禀道：东一城见罗，王13郎。王13郎的声音有些怪异，大概这位壮烈儿郎今天终于被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弄得有些不清楚了。南庆范闲。范闲没有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。上一个神庙使者降临，死于五竹书之手，那是因为皇帝老子的狠毒手段，想必神庙并不知道自己与叶青梅之间的关系。他现在只是在思考，神庙对自己3人敞开了大门，究竟是想做些什么呢？如果神庙在这个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冒充了无数年的神仙，那么想必今天会继续扮演下去。
要装神仙，自然就要矫情到极点，把架子要端足，才会吓到像海棠和王十三郎这样的人。如果自己这行人不先说话，只怕神庙方面不会有任何反应。我三人自南而来。范闲沙哑着声音，将雪原上的艰辛讲述了一遍，以证明自己三人的决心以及对于神庙的崇拜向往之意。海棠和王十三郎此时终于清醒了过来，知道范闲是在说谎话，心中不禁大感震惊，心想：仙人一面，自知重剑，在仙人面前还要说谎话，范闲未免太过胆大。你们是世间的生灵，伟大的神庙所怜悯注视的子民，冰霜雪路证明了你们的决心，有任何的疑惑都需要光明的指引，而光明便在你们的面前。青鸟化作的那位仙人终于开口说话了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情绪起伏，但很奇妙，并不冰冷，反而有几分温暖可亲的感觉。仙人的声音回荡在空旷寂寥的神庙之内，嗡嗡作响，竟不知道声音是从仙人的唇中发出，还是从天地间的四向八方发出。这一句话的神妙表象，令海棠和王十三郎再次坚定了对方是位仙人的判断。然而范闲却在心里冷笑，想着只不过是一招升级版的大喇叭罢了。光明在前，需要指引。世人多凄苦，若有何疑惑处，便可以向神庙里的仙人求助。于是范闲很自然地开口了：至高的仙人，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将要到哪里去。他们从南方来，已至神庙，将往何处，谁人可知？青鸟引他们至石台之前，却无法告诉他们这个哲学上的拗口问题。仙人听到范闲的三个问题之后，顿时沉默了起来，在寒冷空中飘动的衣袂也瞬间变得僵硬，没有一丝颤动。海棠和王十三郎不明白范闲为什么问出这样三个问题，而范闲此时已经缓缓站起身来，双眸平静异常，冷漠异常，看着那个陷入沉默之中的仙人，通过细节上的观察，最终确认了自己的判断。你们便是你们，你们从来处来，往去处去。仙人的衣袂飘动了起来，声音依然是那样的温暖，回答的话语是那样的玄妙。这个回答落在海棠和王十三郎的耳中十分悦耳，只怕落在任何人的耳中都会显得格外美妙。然而范闲要的便是对方这般回答。他平静直视着飘在半空中的那个光亮人影，暗自想到，探索资料库需要这么长的时间，看来神庙的能量真的快要衰竭了。很明显，仙人对于范闲站直身体无理直视自己的举动没有丝毫愤怒，光芒一片中，他温和地望着范闲。我要的不是这个答案。答案只是答案，需要不需要，其实只是心的问题。神庙仙人的回答依然是这般的神棍之气十足。范闲沉默片刻以后说道：我想要知道神庙的过去，